大家好啊，我是阿贝，我们又来测一些花里胡哨的问题了。第一，新载具的滑翔机撞飞机吗？以及能不能接住空投箱？第二，滑翔机相撞会怎么样？第三，滑翔机能穿过沙漠北边的围墙吗？好的，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，能不能撞上飞机？在很早以前，我做过一个跳伞时撞上飞机的视频。当时我得知空投飞机会比跳伞的飞机高度低很多，但起码也有350米的高度。所以滑翔机想要撞上空投飞机，飞行高度必须要有350米或以上。虽然官方说攀升高度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，但我关心的是实际。想要完成这个测试还真的不容易。首先，地面刷新的滑翔机不是满油的，而攀升的过程又特别耗油，不加油根本就别想做这个测试。意味着要先抢到滑翔机，然后降落到无人的区域收物资，收到汽油，抢飞机时死亡就不提了，太多了。这飞机的降落是真的挺难的，有时候降落就等于坠机了。我这还是开了10几次飞机后的结果，这载具的学习成本会不会太高了点？好不容易抢到了飞机，收物资，终于收到汽油桶时，被人打死了。这个希望官方能给滑翔机初始油量加上去吧。个人建议可以直接是满油的，因为目前实战拿到这个东西初始的油量飞4000米就没油了，再搭配这个降落难度，说真的不太知道能拿它干嘛。你说拿它空中打人，大哥就后排一个人开枪，4排模射兽，别人躲在掩体后面4个打你1个，谁更简单？为什么我会吐槽这一点？因为当我拿到它后，也终于加满汽油的时候，开始研究它实战能飞多高时，我的老天爷，一路上枪声噼里啪啦，我真的就成靶子了。当我尝试不断拉升高度时，发现接近200高度的时候，就用了一半的油，很难继续往上升了。能上是能继续上，但可能上升10米，然后就突然下降70米，爬升变得特别难，下降非常快。所以目前滑翔机撞飞机油箱太少，油量不够，做不到。那如果是接空投箱呢？让我们分析一下运动轨迹。空投箱是垂直往下的，而滑翔机是无法悬停的，必须一直往前进。就算速度维持在中低速70千米每小时，也等于20米每秒了。要操控一个每秒向前移动20米的东西，刚好踩点0对0接住空投箱，说实话这是不可能的。要么就是有间隙，要么就是撞在一起。就算超低概率刚好接住了，滑翔机也会继续往前飞，从而脱离空投箱。所以就像图片一样。第二个测试，滑翔机对撞会如何？地图一共存在10辆滑翔机，总会在天上碰到敌人的嘛。除了用枪打他们，我还关心能不能空中撞过去，同归于尽。想要做这个测试难度又升级了，必须同时2个人找到滑翔机。而且根据物理学的相对速度，如果2辆飞机都是迎面相撞，假设速度都是100千米每小时，那么可以换算成飞机1静止不动，飞机2速度变为200千米每小时，等于1秒移动55米超级高速这种情况下，想调整好方向撞过去，容错率极低。但如果我们是同向相撞，类似于追尾，飞机1速度为90千米每小时，飞机2速度为100千米每小时不变，那么可以理解为飞机1静止不动，飞机2是以1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接近。哇，这是刚才速度的1/20等于每秒移动2米，有超级充裕的时间调整方向撞过去了。但真的有那么简单？实战测了好久，我们在同一公路起飞，但起飞后2辆飞机的高度左右方向拉开了差距，试撞了很多次也撞不上去，那只能尝试新的解决办法了，让2辆滑翔机在公路迎面相撞，油门踩到底。结果是2辆滑翔机的引擎都爆炸了，所以极端情况下天上是可以撞敌人的飞机的，摧毁他们的引擎，让敌人没办法飞行。最后一个测试，在沙漠的北边有一个围墙，我们只能隔着围墙望外面，但现在我们能飞了。好奇的是，能不能用这辆滑翔机冲出围墙，去到外面的世界呢？现在围墙就在我的前面，开过去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要靠近了。飞机爆炸，根本飞不出去。
等等，我人怎么也挂了？飞机上的人不会死才对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原理就跟开车撞墙一样，撞到空气墙了导致的死亡，而不是飞机引擎爆炸导致的死亡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喜欢，能否帮忙点赞、关注、支持一下？感谢您观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